Hello，大家，我是小颖。很多人觉得去中国的准备过程很复杂、很麻烦，因为它很多东西都跟马来西亚不是通用的，比如讲好像银行卡啊、search engine，还有电子钱包等等。而且你也不能够直接的上到 Facebook、Instagram 还有 WhatsApp。但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它是怎样操作，我们就会发现到其实中国是一个超方便的国家。所以今天这个影片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里面了解清楚最多的中国旅游币资。中国的所有 QR code 都是需要用微信来扫码的，而不是用我们的 phone camera。可是大家不用怕会忘记，因为如果你用 phone camera 一直 scan 都 scan 不到，你就记得哦是要用 WeChat 来 scan 了。高德地图的话，它就好像是中国的 Google Map，它可以拿来看地图啊，可以拿来打车。这个后面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讲解。支付宝主要是用来付款的，然后它上面会有很多优惠券还有折扣券可以拿来用。小红书主要是可以拿来找旅游攻略，还有很多的资讯。饿了么跟美团主要是可以拿来叫外卖的。然后你也是可以在上面购买门票或者是药。另外，以下这些是当地比较 popular 的 app，大家可以参考。滴滴是专门拿来打车的，大众点评是可以拿来查看美食和景点，自己也可以留言点评，然后可以显示给服务员，通常就会收到小菜或者是礼物作为感谢。携程去哪儿飞猪同城，主要用于国内和国外旅游，可以订机票还有购买门票等等。淘宝、京东、拼多多用于网购，但是要注意送货时间。不管你是要坐飞机、打车、坐巴士、搭地铁，甚至是预约司机，你都可以用高德地图。打车的话，首先你就要确认你的上车地点，然后确认要叫车，在5秒里面他们就会匹配一个司机给你。上车过后，你就跟司机讲你的电话号码的最后4个号码。如果是高峰时期的话呢，就可能需要等一下。如果你有打算要很早去很远的地方，比如讲万里长城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前一天就先预约好司机，不然当天在很早叫的话就会比较贵，而且它也属于比较偏城市的地方，就很难叫到车。大巴士和地铁的话呢，这个高德地图就会很像我们马来西亚用的 Move It，你只要打你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它就会出几个不同的路线给你选。如果要转站的话，也不用怕，因为那边的指示牌全部都写到非常的清楚。在中国，公共自行车叫共享单车，它主要是有3大运营商，分别是蓝色的 Hello 单车、黄色的美团、青色的滴滴青桔。自行车都是根据颜色来用对应的 App 解锁，另外可以根据需求购买优惠卡，会更加优惠。如果你刚好是有用微信支付的，你就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他们的小程序名字，然后扫码就可以用了。我自己是用蓝色的共享单车，只是需要打开 Bluetooth 还有 location，就是所谓的 GPS，用支付宝扫脚车上面的 QR code，脚车就会自动解锁，然后就可以骑了。还脚车的时候记得要按我要还车，或者是 scan 多一次一样的 QR code 还车，不然下一个人骑的话就是从你的支付宝里面扣钱。最后是要把脚车停在对的地方，因为他们怕会造成其他人的麻烦。通常脚车都会有很多地方可以停的。如果是短期旅行的话，就建议大家用支付宝，因为用 passport 就可以直接开通了，比较方便。银行卡的话，他们是收银联，就是 VNPay，只有很少很少的商家才会收 Mastercard 跟 Visa 卡。我在中国11天，走到唯一收 Visa 的就是 Muji。电子钱包比较通用的有2个，第一个是支付宝，第二个是微信支付。我个人是比较 prefer 支付宝的，因为第一是每一个商店都有收，第二是因为它有很多折扣券啊、打车的优惠券，然后骑脚车30分钟里面是免费的。那关于充值这一方面呢，我有找到3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开设银行户口，把你的银行卡绑定在支付宝，你就可以直接 top up 进去了。第二个就是可以请有用支付宝的朋友把钱过进去你的支付宝账户里面，你就可以直接用了。第三个的话，我也没有试过，可是我看到很多人他们是用这个方法，就是在支付宝里面开设一个商家户口，然后 screenshot 你的那个 QR code 起来，去你的 Touch 'n Go，然后你就 scan 那一个 QR code，就可以把钱直接从 Touch 'n Go 过到去你的支付宝里面。那第4个方法呢，就是绑定你的 Visa 卡跟 Master 卡，但是它是不能直接 top up 进去你的支付宝的 balance。如果你用钱，你给人家 scan 你的支付宝 QR 的话，商家是直接从你对应的那一个银行那边收钱的，它不是像支付宝收钱的。如果你是绑定 credit card，然后是比如讲用 Maybank，它就从你的 Maybank 直接扣的。如果用 Touch 'n Go 的话，又要讲给钱呢。首先先进 Touch 'n Go，点击 Pay，将上滑，就 QR code 给商家 scan，汇率是根据这里上面的。如果拿 Google 来做标准的话，是差一点点，但是好像只有商家才能 scan 你的 code。现金的话，我自己在北京是没有看过有人给现金了。
但是还是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是不能够拒绝收现金的，只是怕他们没有这样多散钱找给你。数据漫游 data roaming 它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特地去开通 VPN，你就可以直接上到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等等。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很贵，而且你打车也很不方便，因为打车是需要电话号码的。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上网的 SIM 卡，就会建议你去 Shopee 看看。我朋友是在 Shopee 买的，然后它是15GB，15天，总共是79.9块。我自己是用我男朋友准备给我的电话卡，但是它是没有号码的，只是拿来上网。50GB 50元的中国联通。如果你想要买中国的电话卡，你可以在机场买到，只是需要出示你的 passport，然后跟店员讲你想要用多少天，他们就会推荐几种 package 给你去选，或者是可以去一个叫你好 mobile 的网站购买电话卡，这个卡它是可以直接寄到去你的家的，虽然有一点小贵，但是好处就是你有自己的号码，你做什么东西都很方便，比如讲打车啊，或者注册会员。比较麻烦的就是你需要自己去安装 VPN。中国可以用的 VPN 有很多，但是可能有一些会不好用。这里推荐3个好用的给大家，选其中一个网站注册并登录，里面会教我们怎样安装和使用 VPN。找酒店的话，最重要注意的就是要看那一个酒店收不收外国人入住。你可以先上网去看他们的评论那些，但是如果他们的评论是很多年前的话，就最好再打电话确认，或者是让他们 send 一个 email 给你做证据这样子。check in 的话是需要大家的 passport 去做登记的。酒店大部分都会跟公安局有连接，意思就是我们用 passport 登记入住的时候，他们就会帮我们向公安局登记了。但是如果今天你住的民宿或者是酒店是跟公安局没有连接的，我们就需要自己去公安局做登记，不然公安局的人找上门的时候就会特别的麻烦。如果这里有要去北京的朋友，强力推荐大家去橘子酒店。这个酒店是我男朋友找的，然后它是全智能系统的，开窗帘、关窗帘、开电视这些，开冷气都可以叫小度去做，就连马桶也是很科技化，那里有洗衣机、烘干机、洗衣水、消毒液，连烫衣板都一起准备了，很周到。酒店也是有包括早餐的，很多选择也很好吃一下，他们的红枣豆浆很好喝，而且这里走路就可以到 shopping mall，还有地铁站，很方便。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免费提供白开水，而且是 unlimited 的。中国的夏天真的是很热，它最热可以去到41度这样子，真的是那个电话用多一下都会很快烧，因为太热了，所以我们一直都会很想要喝水。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旅游景点嘛，所以他们的水都会比较贵的，一支500ml 的矿泉水大概在人民币3到4元左右。如果酒店没有无限供应免费的矿泉水，一个人一天大概要花30到40元在白开水上面。我们去中国的时候刚好是他们的暑假，也是最热的时候。以下是给大家避暑的小建议，第一个就是防晒霜或者是防晒喷雾。我从马来西亚带来一个防晒喷雾过去，可是在进那个 Universal Studio 的那一个关卡的时候，他就禁止我带这个东西了，因为他讲是易燃品。然后工作人员就问你是要寄存在外面的龙哥，还是你要直接丢掉它？但是它的寄存比那个防晒喷雾太多了，所以我是直接在全身上下喷了超过3轮，然后我就直接丢掉它。然后是防晒衣，我推荐的是这个 Uniqlo 的防晒衣，它薄薄的，然后就不会很热。我这件也是 Uniqlo 的。然后就是帽子，如果你有骑脚车的话哦，尽量找那种刚刚好 fit 到你的头的帽子，不然你骑脚车的话哦，它会很快就飞掉了。然后还有就是雨伞，雨伞的话要找那种里面打开来是黑色一层的那种，就比较防晒。最重要是水，真的是要喝很多很多。是不是觉得我带少了小风扇？其实我是有带的，可是在那边吹出来的风真的是热风罢了。如果要装这么多东西的话，要用什么被装才好诶？再来要跟大家介绍来自 Sweden Stockholm 的 Gaston Luga， 这一款是褐灰色的背包 Splash， 它的可翻盖设计让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内部的空间，旁边还有2个口袋，拿去方便又不容易掉出来，背久也不容易痛，因为它的背条粗度刚刚好，而且还附有这个海绵层，它们的防水设计也是很加分。除了旅行，这款背包也非常适合在日常和工作中使用，里面附有撑电的笔记本电脑隔层，可以容纳11到13寸的笔记本电脑。现在用我的折扣码 XIAOYANG15就可以享有15% 的折扣，而且全球免运，30天内免费退换。现在就去 Gaston Luga 的官网了解更多吧。讲到换钱，如果大家是打算换一点现金过去的话，极力推荐大家在自己的国家换好了过后才去，因为
你如果想要去那边换钱的话，是真的很不方便。你在机场换的话，它的汇率又很差，就很不划算。在中国的话，他们是没有 money changer 这样子的服务的，你是需要提早几天去银行那边预约时间才可以换到钱，所以真的是比较麻烦。看到这里的你，我相信这个影片的内容一定有帮助到你，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 like 这个 video 还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并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即将去中国玩的朋友。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